6月7号周六，中国特有的大事，全国高考就要开始了。您是否注意到，中国今年高考的报考人数8年来第一次下降了，研究生报考也连续2年减少。可与此同时，大学毕业生却突破了1220万，创下历史新高。高考在卷，考研也在卷，但毕业之后呢？找工作却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求生游戏。有学历不等于有出路，让我们来聊聊这背后教育内卷的痛、就业寒冬的冷，还有经济变迁的深层影响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中国大陆教育部5月28号公布了今年报名高考总人数是1335万人，比去年下降了7万人。这是全国8年来高考人数第一次下降。在过去8年里，2017年中国高考人数940万左右，从2018年开始稳步上升，到2024年达到顶峰的1342万，今年开始回落。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何降低？这与适龄人口减少，也就是18年前出生的人口减少密切相关。今年的高考生应是2006年出生。数据显示，2006年出生人口1581万，比2005年减少了40万，这就是今年高考生少了7万的背后原因之一。中国的出生人口从2000年开始逐年下降，这意味着到2030年，中国的大学生总数就降到顶了。此后，中国的大学生总数不会出现比2030年再高的了。此外，考研的趋势也开始转变。今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是388万，连续第2年下降，比2024年减少了50万，与高考报考人数的变化相类似。2015年开始考研人数持续增长，到2023年达到474万，是历史最高纪录。去年首次下降，减少了36万。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，高考几乎是通往未来的唯一通道，而对于权贵子女来说，留学成了他们曲线救国的捷径。尽管有报道说，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过渡，全民读大学的时代已经到来，但要考上好大学并不容易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本科的计划招录人数只有450万人，也就是只有1/3左右的考生能顺利考上本科院校。面对决定未来前途的高考巨大压力，也衍生出很多问题，包括学生心理抑郁、校园霸凌等。去年润到美国的河南高中教师 Lucy 认为，中国以高考为核心的应试教育很虐人，学生深恶痛绝。高考结束，你会发现学生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撕书、狂欢，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撕得粉碎粉碎。家长们也摩拳擦掌，为子女们助阵高考季，相互交流经验。市场上一些称有名师或 AI 预测押题的卷子，哪怕售价飙升到300-400元，也乐得其卷。中国的高考作弊长期存在。去年教育部要求对试卷印刷、运输、评分等考试过程加强监督。试卷运输由公安和武警全程护送，采用北斗卫星跟踪监控。今年更要求全方位防范作弊，入场智能安检门功能升级，强化对手机、智能手表、手环、智能眼镜等物品的检查。考试场所全面覆盖屏蔽无线电信号，使用 AI 智能监考巡查。此外，教育腐败问题也长期存在，集中表现在对考试制度的破坏上，通过权钱交易换取短缺的教育资源。疫情结束后，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度非常高，这个现象成了中国卷升学、卷高考的清洗剂，以致近年来出现不少关于学历还有用吗的讨论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武秋祥指出，长期以来，人力资源市场存在学历依赖惯性。这种学历依赖的目的是把学历作为低成本筛选工具，就是通过学历把一些人筛选掉，因为备选的人力基数足够多，
因此用学历先筛选掉一批人。市场出现过分偏好名校背景、学历标签。从社会文化角度说，把名校学历视为成功人生的标配，对学历追逐和崇拜形成一种集体焦虑，促使年轻人提升学历，以寻求安全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会卷的原因。不过，连续3年，大学毕业生就职竞争激烈，求职艰难。为了生存，出现了高学历群体从事外卖、当网红等，执着对精英叙事的路径依赖与个体发展的不确定性，直接摧毁了对大学学历的依赖。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预计是1222万，比去年的历史记录又增加了43万，创40多年来的新高。到7月份，大学毕业生们将走出校门，毕业及失业的问题再次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注事件。要知道，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总数是1179万人，就业率仅有 55.5%， 也就是说，每2个毕业生就有1个人失业。而今年的高校毕业生比去年又增加了43万人。在社交媒体上，数不清的视频记录着找工作的艰难时刻。女硕士生在视频中无助哭泣，小伙子投出几十份简历却无人问津。现实穿透了学历改变命运的理想。面对今年即将到来的毕业潮，不得不正视一个严峻现实：就业市场的压力空前巨大，学历贬值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导致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于上青天，基本上有2大原因。第一个是过去3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多现在还在找工作，堆积下来的求职的大学生和被职场刷下来的在求职的年轻白领，在中国城市中大约有3-4千万人，他们正在寻找工作。据官方数据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就已经达到2亿人，占全国就业人口近 15%。 所谓灵活就业就是失业。面对如此的就业市场，2025年的毕业生如何能挤进职场？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啊。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经济的恶化以及政局不稳、政策失衡，加剧了私营企业的不安，他们不敢扩大投资，再加上诸如远洋捕捞、税务、倒查等等，导致很多私营企业干脆就躺平了。私营企业持续下滑，无法提供更多新的中低档就业岗位，外企的高端职位也在消失。现状就是私企越来越少，外企正在消失。解决中国就业的核心是私营企业，他们一直是就业市场的主力军。2023年的数据显示，私营企业总共提供了约4亿个城市就业岗位，占整体就业人口的 84%。但随着私营企业的下滑，带来就业市场严重萎缩。云南大学今年3月份透露的数据，今年研究生就业的落实率是 21%， 而且这个数字也被认为是注了水的。类似医学院、艺术学院、政府管理学院，一般院系的就业率不到 10%， 生态学院不到 4%， 软件学院就业率最高 54%。眼前的事实就是，一头是拼命卷高考名校、卷热门专业，另一头是毕业即失业，中间就是中国经济连续3年的持续下跌，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局面。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困难，整体上它会抑制中国高考和考研的需求，因为一个简单的逻辑必然会在这其中自然而然地形成。我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父母花费了数万元积蓄，我还是找不到工作，那我为什么要去卷呢？面对高考与就业的剪刀差，也许最该反思的不是学生们不够努力，而是他们是否在努力后能公平地踏上一条前行的路。您是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